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冬季节，不建议中老年女人穿这4种厚外套，以为很洋气，实际廉价又显胖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每当季节更迭，我总会遇到一些中年姐妹带着疑惑问我，哪种款式的外套既时尚又不会显得我老气横秋呢？我深深理解挑选一件合适的外套对中年女性的意义。一件得体的外套，不仅能够为你的整体造型增添光彩，还能巧妙地掩饰身材上的小瑕疵，让你散发出更加迷人的气质。然而，在日常生活中，许多姐妹们常常被那些看起来很上档次的外套款式所迷惑，最终不惜花费重金购入，却发现穿上之后反而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笨重和老态。因此，选择外套时，我们不仅要注重款式的新颖和面料的质感，还要考虑到它是否适合自己的身形和气质。一件剪裁合体、颜色适宜的外套，才能真正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展现出属于中年女性的独特魅力。1. 中老年女人穿错了外套，廉价掉档次。过去这些年，我见过太多中年女性因为选错外套而毁掉整体造型的案例。有的姐妹觉得买贵的就是好的，有的觉得跟风网红款就能穿出时尚感，结果都因为不够了解自己的身材特点，选了不合适的款式而显得很减分。今天我就给大家盘点一下这些平时特别容易踩雷的外套款式，看看你中招了没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见到了许多中年女性由于挑选不当的外套而破坏了整体造型。有些朋友认为，只要价格昂贵就是品质的保证，而另一些则认为追随流行的网红款式便能轻松展现时尚气息。然而，由于缺乏对自己体型特征的深刻理解，他们往往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款式，导致整体形象大打折扣。今天，咖啡屋和大家细数那些日常中特别容易陷入的外套选购陷阱，看看你是否也曾经不小心踏入了这些误区。这4种外套一定要少穿，谁穿谁土。1. 过于暗沉的外套会显得很没气色。暗沉色调的外套虽然显得稳重，但对于皮肤状态已经不如年轻时的中老年女性来说，这种颜色会让整个人看起来更加没有精神。深棕色、深灰色这类暗沉的色调会吸收光线，不仅显得老气横秋，还容易让肤色显得更加暗沉，整个人的气色都会被带得很差。尤其是那些材质发暗的仿皮外套，更是会让人觉得廉价感十足。2. 过于花哨鲜艳的外套显老10岁。许多中年女性朋友认为，穿上鲜亮的色彩能够让自己看起来更加年轻。然而，往事与愿违，那些过于鲜艳的色调和繁复的图案，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年轻效果，反而可能给人一种刻意装嫩的感觉，让人感到些许尴尬。特别是那些全身上下布满大花朵和夸张图案的外套，不仅不能减龄，反而可能让人显得更加老气，整体形象也显得不够高雅。挑选外套时，还是应该倾向于简洁大方的设计，这样更能衬托出个人的气质和品味。3. 亮面的外套会加重视觉膨胀感。亮面材质的外套是很多中年女性的雷区。这种材质会反光，看起来显得特别廉价，不说，还会让身材显得更加膨胀。尤其是对于身材稍微丰腴的姐妹来说，穿上亮面外套简直是在给自己增肥，而且亮面材质的外套很容易显出褶皱，穿着时间久了就会显得特别邋遢。4. 摇粒绒外套会显得很廉价掉档次。摇粒绒外套虽然保暖，但这种材质天生就带着一股廉价感，尤其是那些颜色艳丽的摇粒绒外套，不仅显得特别 low，
还会让整个人看起来邋里邋遢的。而且摇粒绒容易起球，穿着没多久就会显得很旧。作为讲究品质的中年女性，这种材质的外套还是尽量少选为好。2. 如何挑选合适的外套？看完就懂了。1. 外套的版型要挺阔有型。想要穿衣显瘦，关键点在于挑选合适的版型。H 型剪裁的外套以其简洁流畅的线条，不仅能够巧妙地修饰身材曲线，还能让你的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利落有型。这种版型恰到好处，既不会过于紧身而显得笨重，也不会过于宽松而显得拖沓。挑选时，确保肩线与你的肩膀完美对齐，这样穿起来才能显得更加精神抖擞。此外， H 型外套还有个额外的好处，那就是它能让你看起来更加高挑。对于那些身高不是特别突出的朋友们来说，这简直是个不可多得的神奇。2. 选择纹理感不明显的外套。纹理过于明显的外套很容易让造型显得杂乱。选择呢子这种质地细腻、纹理低调的面料，不仅看起来高级，还特别显气质。小香风外套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简约的编织纹理配上利落的版型，让整体造型既端庄又不失时尚感。这类外套百搭好穿，怎么搭配都不会出错。3. 多选质感细腻顺滑的毛绒外套。与其选择臃肿的羽绒服，不如挑选一件质地细腻的长款毛绒大衣。这种材质的外套不仅保暖效果好，还能让整体造型显得更加优雅。选择时要注意毛绒要短而密，这样不仅耐看，还特别显档次。而且这种材质的外套特别显瘦，对于身材稍微丰腴的姐妹来说简直是福音。4. 找准自己的风格定位很重要。新中式风格的盘扣外套和刺绣外套特别适合中老年女性。这种风格既能凸显东方女性的优雅气质，又不会显得老气横秋。选择时要注意刺绣和盘扣的设计要简约大方，不要太过繁复。这种风格的外套搭配起来也很简单，随便配个简单的内搭就能穿出气场。3. 基础款外套这样穿才更时尚好看。第一，从颜色的搭配上做些调整。方案1，复古色搭配经典色。暗红色是最适合中老年女性的复古色调，这个颜色既不会显老气，又能让人看起来特别优雅。选择暗红色的大衣或短呢子外套搭配黑色长裙长裤，不仅能让整体造型看起来很高级，还能起到显瘦的效果。这种搭配既不会太过沉闷，又能让整体造型看起来很有质感。方案2，用浅色大面积平铺造型。米色和杏色这种温柔的浅色调特别适合中老年女性。这种颜色不仅能让人显得年轻，还能让整体造型看起来很有气质。选择浅色系的外套搭配同色系的内搭，不仅能让造型看起来很和谐，还能起到显高的效果。这种同色系搭配简直就是懒人福音，随便搭都不会出错。第2，打造出视觉收缩点。想要展现完美的身形，关键在于巧妙地隐藏赘肉，凸显纤细，将内搭巧妙地塞进裤腰。这不仅能够勾勒出腰线，还能让整体造型看起来更加清爽利落。如果你觉得塞衣服有些繁琐，那么选择一款带有腰带设计的大衣也是个极好的主意。这样的款式自然地收束腰身，穿起来轻松显瘦。记住，腰带的位置要恰好系在腰部最纤细的部分，这样才能发挥出最佳的视觉效果。步入中年，身形或许不再那么挺拔，脸上也悄悄爬上了岁月的痕迹，但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，对生活品质的不懈追求。有些女性虽然不再青春年少，却从不被岁月束缚，她们相信年龄的增长带来的是更深层次的成熟。
更独到的品味以及更迷人的魅力。最近我特别欣赏2位时尚博主，他们的着装风格既显得年轻又不失雅致，还透露出一种高级的质感。他们的穿搭智慧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同龄人学习模仿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他们的时尚秘诀吧。1. 版型的选择。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算身材保持再好，也不要穿紧身款的衣服了，选择宽松一点的版型，选择利落的剪裁，让我们看上去得体优雅，又有点慵懒休闲的味道最好。比如一件宽松的毛衣，不仅更包容我们的身材，而且穿起来也舒适大方，搭配简约利落的休闲裤，打造出轻松随性的从容气质，会更减龄洋气。挑选外套时，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版型正统、剪裁干净利落的款式更能衬托出我们的成熟气质。因此，在寒冷的冬季，选择一件质地挺阔的羊毛大衣，简洁的直线条剪裁，无疑能彰显出我们的端庄大气，与我们的气质相得益彰。特别是米色羊毛大衣，采用廓形长款设计，无需任何多余的装饰，便能展现出强大的气场，非常适合正式场合，彰显出无与伦比的高级感。很多中老年女性朋友害怕自己穿着显老气，于是拼命将艳丽的颜色往身上穿，却发现不仅没有显年轻，反而更显廉价俗气了。中年姐妹们的穿衣配色最好不要超过3种，包括配饰在内。黑色毛衣搭配白色休闲裤，经典的配色永远也不会过时，而且看起来很干净舒服，比花里胡哨的彩色要显高级很多，而且一点也不显老。中年妈妈的穿搭更追求简约大气之美，色彩上尽量选择干净一点的纯色，看起来更内敛，比如低饱和度的中性色就非常适合，彰显出中年女性的稳重与大气，而且更加百搭，几个简单搭配就可以很时髦了。焦糖色的针织连衣裙，外面选择一件优雅的卡其色羊毛披肩，出来的效果是高雅而温柔的，让中年妈妈看起来更知性优雅，也更显高级。对于那些对色彩搭配不太自信的女性朋友们，可以借鉴这位时尚博主的穿衣智慧，选择同色系的装扮，既方便又快捷，轻轻松松就能营造出一种优雅的高级感。比如一件米白色的羊毛大衣，搭配一条米色的阔腿裤，全身上下都统一在一个温暖的色调里，既显得干净利落，又不失优雅和端庄。这样的搭配不仅让人看起来年轻，而且还能轻松获得满分的高级感。色彩的和谐搭配总是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愉悦，即便是同一色系，通过深浅不一的色彩变化，也能营造出层次分明的效果。这样的搭配不仅让整体看起来更加和谐统一，而且还能增添一份高级感。比如一件温暖的咖色毛衣，搭配一条深沉的焦糖色阔腿裤，两者都属于大地色系，却能穿出温暖而时髦的气息。这种搭配既保持了色彩的统一性，又通过色彩的深浅变化，展现了丰富的层次感，有效地打破了可能的沉闷，让人看起来更加有品味。再加上一些精心挑选的细节装饰，整体造型不仅显得年轻，还透露出一种不经意的时尚态度。许多中老年女性朋友在日常穿搭上可能偏向于简单舒适，却往往忽视了配饰的魅力。其实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，如眼镜、耳环、包包和帽子，它们在整体造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恰到好处的配饰点缀，往往能巧妙地展现我们的优雅与精致，让我们的着装品味瞬间提升。例如一件经典百搭的黑色大衣，本身就散发着强大的气场，若再搭配一顶精致的黑色礼帽，便能增添一份法式的优雅风情，让人看起来更加有品味，也更显档次。
这样的搭配非常适合出席正式场合，让人在举手投足间散发出从容不迫的高级感。别小看了一副框架眼镜的魔力，中年女性一戴上它，立刻就会散发出知性的魅力。如果我们的衣着特别的简素，也可以选择一条比较个性的项链或耳环，增加时尚感，展现着中年女性特有的优雅。包包与鞋子的配色也很重要，要与衣服的颜色相呼应，这样会显得更高级一些。通过这些小细节的处理，让我们看起来更时髦，也更有韵味。虽说时尚与年龄无关，但对于我们这些中老年女性朋友来说，说到秋冬的穿搭，最在意的除了看起来美观优雅知性，我们更关心的还是保暖问题。秋冬穿搭虽好看，但若是为了风度失了温度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每到冬季来临，对寒冷敏感的姐妹们恨不得把家中所有的衣物都穿在身上。她们不仅穿上羽绒服，还要在里边叠穿毛衣、秋衣、打底衣，仿佛穿得越多就越能抵御寒冷。然而这样层层叠穿的方式，舒适感往往大打折扣，而且似乎并没有真正暖和多少。人们常说冷了就得多加衣服，但为何羽绒服穿得越多，反而不如穿得少来得温暖呢？其实保暖的诀窍在于适度的蓬松感，我们的身体持续不断地产生热量，同时也在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热交换。如果散热过快，身体产生的热量跟不上，我们就会感到寒冷。而如果散热缓慢或者几乎不散热，那么我们产生的热量就能在身体周围积聚，自然就能感到温暖舒适。因此，保暖的核心在于减少身体热量的流失，而最佳的方式就是用一些导热速度较慢的材料来包裹身体。那么，如何判断物质的导热速度呢？我们可以参考热导率这个指标，它指的是单位面积、单位长度的材料在单位温差下和单位时间内直接传导的热量。简而言之，物质的热导率越低，其导热速度就越慢，保温效果也就越好。反之，热导率高的话，导热速度快，保温效果自然就差了。我们日常穿着的保暖衣物，通常会选用羽绒、羊毛、棉等天然纤维，以及腈纶、粘纤、涤纶等合成纤维。这些材料之所以受到青睐，是因为它们的热导率相对较低，有助于保持身体的温暖。但是，若要谈论世界上热导率最低的物质，那无疑是静止的空气。一件衣物要想实现最佳的保暖效果，除了材料本身热导率要低之外，还需要在面料表面形成适当厚度且稳定的空气层，这样低热导率的材料与空气层相结合，才能发挥出最佳的保温作用。目前流行的保暖材料大多擅长于形成这样的稳定空气层。以羽绒为例，它的绒朵具有稳定的立体结构，比表面积很大，能够吸附大量的空气，而绒丝的中空结构则有助于储存空气。这些绒朵紧密相连，构成了一个能够大量储存空气的立体结构。这也难怪，在日常生活中，羽绒在保暖材料中仍然占据着无可比拟的地位。人造纤维也正在通过不断优化其结构来更好地锁住空气。以棉服中常见的聚酯纤维为例，通过将其加工成中空的形态，再进一步制成絮片，就能形成一个能够储存空气的三维结构，从而显著提升服装的保暖效果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德绒，它独特的双梯形纤维结构使其能够储存更多的空气，因此德绒的保暖性能自然优于普通的腈纶。简而言之，无论是哪种保暖材料，其保暖的核心都在于构建适当厚度且足够稳定的空气层。舒适与温暖其实并不难实现。我们穿着衣物时，除了纤维本身能够储存空气外，衣物的层次之间也能捕捉空气。那么是不是穿得越多层，衣服中的空气就越多？
保暖效果就越好呢？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如果空气层过厚，内部到外部的温差会变得明显，这会导致空气流动，产生热对流。一旦发生热对流，热量流失反而会加速。除了温差引起的热对流，过多的层次还会压缩空气层，使得空气层变薄。当层数超过一定限度后，每增加一层，空气的储存量反而会减少。因此，在冬季，除了避免穿得过多层，还应注意不要穿得太紧身，尤其是外套，应选择稍微宽松一些的款式。实际上，可以在内层创造额外的空气层，以获得更佳的保暖效果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舒适度提高了，温度也随之上升。当然，外套也不能过于宽松，因为太大的外套容易让寒风灌入。无论你穿得多么保暖，冷风一吹，温暖就难以保持。因此，在选择衣物的同时，别忘了用围巾围住领口，防止寒风侵袭。同时选择下摆微收的外套版型，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灌风。如果想要穿得保暖，可以采取这个公式来穿搭：一、外层选择羽绒服、棉服、羊绒大衣、环保皮草、冲锋衣等有一定抗风能力的衣服，如果本身可制造较厚，空气层更佳。二、中层采用柔软蓬松的摇粒绒、抓绒、薄羊绒、羽绒内胆等再制造空气层。如果外套本身就比较保暖且比较抗冻，可以直接去掉中层。三、内层选择吸湿透气的贴身保暖内衣、速干衣、瑜伽衣等，迅速透湿透气，避免人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湿气异物内积攒，影响外层的蓬松度，降低保温性能。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抽象，再给大家贡献几个具体的穿搭。超级抗冻版可以应对零下15度的暴雪日。男士厚款外套或者毛外套或者羽绒服，搭配羊毛毛衣，再加上打底衣。女士长羽绒服搭配轻薄羽绒内胆，再搭配长袖瑜伽服，或者皮草大衣搭配羊毛针织衫，再搭配打底衣。基础抗冻版可以应对零下5度左右的温度。男士羊毛大衣搭配羊绒毛衣，再搭配打底衣。女士长款羊毛大衣搭配充绒量30克左右的超薄款羽绒服，再搭配长袖春装。其实这一层只要材质合适，什么都行，要风度也要温度版，可以应对零上温度，男女通用。薄款外套搭配长袖春装。另外，内层材质上是否适合选择纯棉的，还是需要看使用场景。如果你只是日常穿，活动量不大，那纯棉的内层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它柔软舒适，贴身穿着感觉挺好的。但如果你是个运动爱好者，或者经常做些体力活，出汗比较多的话，那可能就要考虑一下了。因为纯棉材质一旦吸了汗，就会变得湿漉漉的，贴在身上感觉不太舒服，而且可能会影响保暖效果。所以选择内层材质时，得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来决定。纯羊绒或羊毛制品确实值得推荐，只是价格方面可能稍显昂贵。考虑到性价比和易于打理的需求，选择那些将保暖材料如腈纶、涤纶与吸湿材料如莫代尔、棉、粘纤、竹纤维等混纺的面料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样的混纺材质不仅能够提供保暖效果，还能保持良好的吸湿透气性，而且价格也更加亲民。在挑选内衣时，尽量避免那些内侧带有长绒毛的款式。虽然长绒毛看起来很温暖，但实际上它们会将水汽困在皮肤表面，造成不适感。至于夏装的选择，可以参照上述的穿搭建议。由于冬季衣物通常较长，夏装2层就足够了，外层需要防风，内层则要具备吸湿透气和保暖的功能。我个人的日常搭配建议如下：选择一条厚实的牛仔裤，
搭配一条微贴身的吸湿保暖裤，或者一条长裙，加上毛绒打底袜和一双皮质长靴。记住，保暖并不在于简单的增加衣物层数，掌握正确的穿衣技巧，才能让你从头到脚都感到温暖舒适。在冬季，我们还应该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，以帮助身体保持温暖。适量的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身体的抗寒能力。同时，多食用一些富含热量和营养的食物，如坚果、全谷物和瘦肉等，可以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能量，帮助抵御寒冷。最后，保持良好的心态也是冬季保暖的一个重要方面。寒冷的天气可能会让人感到沮丧和不适，但保持乐观的心态，享受冬季带来的乐趣，如滑雪、堆雪人等户外活动，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愉悦，从而在心理上也感到温暖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